大家好，欢迎来到妈妈 Fishing Cuisine 惠妈厨艺。多伦多最后一个霜冬日终于结束了，这几天的白天犹如盛夏，从20度直冲30度，羽绒服脱掉没2天就直接换成短袖了。很多人都急不可待地将菜苗移植到户外，可是天气预报显示下周会有倒春寒，夜间温度会低至4度左右，所以尽管心情可以理解，我觉得还是得忍一忍。不像一些耐冻的青菜，羽衣甘蓝、上海青之类的，有很多我们现在室内育苗的蔬菜，如西红柿、苦瓜、丝瓜等，都是不耐冻的。现在移植虽然可以提前让菜苗沐浴灿烂的阳光，可同时也要担负抗寒、冻伤甚至牺牲的风险，弄得人心里七上八下的。因为倒春寒有可能让我们白白浪费了过去这1-2个月为育苗付出的种种辛苦。去年的倒春寒就是前车之鉴。最后一个霜冬日结束是大多数蔬菜户外安全种植的一个最重要的参考指数，但同时一定必须具备夜间温度持续达到10度以上为条件。这段时间我们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不管白天气温有多高，如何让我们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移植菜苗是否安全，夜间气温才说了算。别忘了，去年5月28号多伦多还下着雪呢。我们这里过了 Victoria Day 再移植菜苗会更加安全。趁着还有几天时间，不如为菜苗移植多做些准备，给接下来5个月左右的种植季打好基础。今天这个视频就介绍一下在种植季开始之前我所做的准备工作。准备好菜地当然是重中之重，菜床里已有的土壤一直都暴露在户外，经过风吹雨淋，极有可能存在虫卵和病菌。和去年准备菜床时一样，把土翻松后，我会撒上生石灰，通过翻土暴晒消毒。生石灰遇水后会产生热量，可以给土壤消毒，调节酸碱度，补充钙肥，释放土壤里被固定的营养元素，预防土传病害的发生。在我的种菜视频下面的留言中，有不少朋友说我的菜园很少看到病虫害，问我有什么方法。说实话，我从一个种菜小白走到今天，一直都是边干边学，包括用生石灰消毒土壤。通过我去年种菜的实践证明，的确管用。我种的蔬菜的确很少有病虫害，我想用生石灰消毒应该有一定的作用。我把去年种菜的收获和快乐做了视频分享给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屏幕右上方或者下方找到视频链接观看。在上一个育苗视频里，我介绍过这个入冬前用于堆肥的菜床，经过一个冬天，它们已经完全腐化，变成黑黝黝的堆肥。在撒过生石灰过后的3-5天，我又把这些堆肥分摊到了其他的菜床里，继续翻土暴晒。需要提醒的是，生石灰不宜和有机肥一起撒入土壤，因为生石灰容易和发酵好的有机肥产生化学反应，不仅影响有机肥的肥效，还会影响到生石灰杀菌消毒的效果。我从4月初菜床里的土壤冰雪融化，就开始不断地翻土暴晒了。土翻过之后又被雪覆盖，等天气好了继续翻土晒土，前前后后至少7-8次，就当作活动筋骨吧。随着翻土的次数增多，土壤从板结变得越来越松散。这个炉子烧完了炭灰，我把它们过一下筛，同样混到土里，这样菜床里又多了草木灰的营养。经过这样的一番操作，我的菜床里既消毒又补充了底肥，为种植做好了准备。在改良旧土的同时，我还会花很多时间去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就是规划菜床。我已经将正在室内育苗的蔬菜做了一个统计，了解每种菜苗的数量，挑选出健康的菜苗，除去事先计划好要送给朋友的菜苗，
我的菜床里又分别能种下多少？这里还特地预留了一些备份的菜苗，以防不时之需。有了这样一个统计数字，就方便我事先做一个统筹安排了。我现在正在室内育苗的蔬菜，除了有不同品种的西红柿、青瓜、辣椒、茄子之外，还有佛手瓜、葫芦、南瓜、苦瓜、冬瓜、木耳菜、丝瓜、鱼刺瓜、西葫芦、罗勒、紫扁豆、冰菜、芹菜等等。在暖棚里已经育苗好的各种蔬菜，包括羽衣甘蓝、莴笋、红菜苔、上海青、苏州油菜、乌塔菜、生菜、苦菊、芝麻菜等等。数了一下，差不多有40种蔬菜。这里还不包括已经种在菜床里的韭菜、茴香和香菜，以及我准备直播的甜菜根、苋菜、茼蒿、樱桃萝卜、不同品种的豆类等等。保守统计，我的蔬菜品种可以达到50种。我现在有8个菜床，看起来好像还不少，但要把这50种蔬菜一次性安置妥当，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既然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种菜，我当然希望付出和收获能成正比，所以我会在学习了解这些我要种植的蔬菜的属性的前提下，从4个方面考量来规划这些蔬菜。首先是蔬菜对光照的要求。大家都知道，不同的蔬菜对光照的要求是不同的。像我要种的莴苣、韭菜、木耳菜、芹菜、生菜、苋菜、茼蒿等等，都是耐阴的蔬菜，每日光照30个小时就好，所以我会把它们安置在半日照的菜床里。而我菜园里的主力军西红柿、黄瓜、南瓜、茄子、辣椒等等，都是需要全日照的。我的菜园里日照最好的位置就预留给它们了。房前的这个角落光照很好，以前有2棵松树因为照顾不周枯萎了，儿子帮我把根挖了出来。我要利用这个地方种植洋姜，洋姜在地下生长，开花的时候就像向日葵一样灿烂，可以成为前院的一道风景。同伴种植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因为有些蔬菜特别喜欢待在一起做邻居，成为共生植物，而有些则相互干扰，成为冤家。我家菜园里的宠儿西红柿就特别愿意和罗勒相伴，它们相伴不仅能增加彼此的味道，促进生长，还能去除虫害。所以除了培育大大小小色彩缤纷的西红柿，我同时还准备了不少的罗勒的幼苗。西红柿和我要种的豆类莴苣、胡萝卜也能和谐相处，但西红柿和我家另外一个必种的蔬菜黄瓜却格格不入。西红柿耐旱，根扎得很深，而黄瓜则相反，根系浅，需水量大。如果它俩种在一起，浇水就是个难题。同时，西红柿和黄瓜都属于纵向生长的蔬菜，叶片密度大，它们种在一起就会相互遮挡，造成不透风、光照不足的环境，不仅影响相互之间的生长，而且还容易诱发病虫害。所以我会让西红柿和黄瓜遥遥相望，不给它们相互干扰的机会。有关共生植物的相关信息，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获取。第3个要考虑的因素是立体种植，我是从蔬菜生长周期长短和植株大小2个方面来布局的。我家的菜园不大，想种的蔬菜品种又很多，在有限的空间里尽可能的最大化利用菜地太重要了。我会安排在靠近栅栏的位置种植爬藤和长得高的蔬菜，中间种植中等高度的蔬菜，它们的下面种植矮小的、生长快速的绿叶蔬菜。去年在这个全日照的菜床里，靠栅栏的一边我种了1排黄瓜，黄瓜的侧面有绿干，我就种了苦瓜，方便爬藤。黄瓜的前面是各式各样的辣椒，辣椒的脚下种了苋菜。苋菜本来属于短日照的蔬菜，种在辣椒脚下，一方面辣椒的光照不受影响，同时辣椒的叶子又给苋菜充当了遮阳伞。3种蔬菜待在同一个菜床里，其乐融融。第1年种菜的时候，朋友给了我1棵西葫芦苗，长得铺天盖地。我看见那么多绿油油的叶子和明艳的西葫芦花，还满心欢喜。结果旁边种下的苦瓜被挤得完全没有容身之地，只结了有限的几个小苦瓜，完全满足不了我们这种热衷于每天都要吃苦瓜炒鸡蛋家庭的需求。第2年种植西葫芦的时候，我学会了立体种植，一下子节省了好多空间，同时也收获不少。今年我培养的西葫芦苗已经长得非常健康，我计划把它们种到小菜床的角落，旁边各支撑1个绿杆，让它们立体生长，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其他的绿叶蔬菜。最后还有一点要考虑的就是轮作。
由于不同蔬菜吸收的养分不同，吸收能力不同，蔬菜种植时轮作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壤里的养分，减少土壤污染，保证蔬菜的品质。同一棵蔬菜都有其特有的病虫害，如果同一棵蔬菜重复在一块地里种植，就有可能造成病虫害的反复发生。所以在规划今年的菜床分配时，去年菜床分布图就可以作为参考。所以我的菜床规划就要基于光照要求、共生植物、立体种植和轮作这4个方面的平衡，当然还要照顾到蔬菜之间的行距、间距，以保证通风透气。这样罗列下来，这个规划工程不小吧？大家都知道蚯蚓对土壤的作用，不仅仅可以使土壤疏松，使水分和肥料容易进入土壤而提高土壤的肥力，而且可以改善土壤性质，促进蔬菜根系发育。我把我们家用完的这种装坚果、食盐、生粉的容器收集起来，让儿子帮忙在容器的底部和四周都打上大孔，这些孔是方便蚯蚓的进出。在每个菜床里埋一个，里面装上一些厨余和土，然后去菜床里挖几个蚯蚓放到里面，盖上盖子闭光，这样蚯蚓盒就准备好了。这个容器的口很大，方便隔段时间给蚯蚓添加厨余。经过这样一个操作，我希望蚯蚓能为我家蔬菜的健康生长出把力。利用厨余自制各种肥料的工作早早就开始准备了。每次吃虾的时候，我都会把虾皮、虾头加水用搅拌机彻底打碎，加一点沤肥发酵菌，放上1-2个月，这样虾肥就准备好了。使用的时候加水按照1:100的比例稀释后再使用。我同时也一直在收集鸡蛋壳，这些都是有机鸡蛋的蛋壳，把它们先压碎，再用搅拌机打成粉，用预热好的350度烤箱烤20分钟，中间翻动几次，使所有的蛋壳粉都能均匀地受热杀菌。放凉后将它们装瓶保存，这样自制有机磷肥也有了。鸡蛋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可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对植物生长有促进作用。使用的时候将蛋壳粉和土壤按照1:3的比例混合，撒到蔬菜周围。同样，家里的咖啡渣、茶叶我都会收集起来制作堆肥。我准备了一个带盖的大盆，每天的厨余都会放在里面，晚餐之后就将它们倒入菜园里的堆肥桶，加一些 EM 菌，自制波卡西堆肥。提前做好防范小动物的准备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我家主要需要防范的小动物就是兔子。去年、前年我都是在开始种植之前，用土和木板把栅栏底部和地面的缝隙堵上了，基本上没有受到小动物的祸害。但是去年那只突然出现在我的菜床里，并且在我的眼皮底下咬断芦笋苗的小兔子，让我耿耿于怀。我最终发现这只小兔子是从我家和邻居家之间一面栅栏底部的缝隙突围过来的，在我的菜园里悠哉悠哉地潇洒了好几天。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区域设置了密不透风的防线，不给想偷菜的小兔子一点机会。我喜欢在菜床还空空的时候先将爬藤架搭好，这样操作方便，不会伤及菜苗。当然这个工作需要提前做好菜床规划才可行。这是我今年新买的绿杆，长2.4米，直径2厘米。我计划用它来给丝瓜、苦瓜爬藤。接下来的几天我会把其他的爬藤架装好，我会做一期搭建爬藤架的视频给大家参考。我也计划把我已经种植过的特别喜欢的一些蔬菜，比如鱼刺瓜、甜菜根、番薯叶等等的种植经验以及料理菜谱分享给大家。作为一个美食频道，时不时上传一些种菜视频好像有些跑偏了，怪只怪这2年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花费半年时间种菜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从中更是收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美好。除了记录种菜的琐碎和快乐，我当然也会把很多用这些亲手种植的蔬菜而制作的健康菜谱，特别是减脂轻断食料理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记得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好及时收到我上传的最新视频信息了。最后还有一点特别要提醒的是，菜苗移植之前打好底肥特别重要。我去年菜苗移植的时候用的最多的就是谷肥、鸡粪和牛羊粪肥，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就要着手备好。还有一些小物件，
比如这种塑料标签牌也要准备一些。像我需要种植50种蔬菜，虽然现在很多菜苗的模样我已经很熟悉了，但当这些小菜苗被分散到菜床之后，光是靠脑子记忆是完全不够的。不同的蔬菜对水、肥料的需求和日常管理是不一样的，所以设一个标签会有很大的帮助。这种标签牌可以反反复复使用。在移植菜苗的时候，这种简易护膝也特别管用。将小菜苗一株株移植到菜床里，将种子按照行距间距一粒粒撒播，真的不是像画中看到的那么美好。两腿发麻、腰酸背痛是常态，有了这种专业的护膝和垫子会省事很多。上面介绍的这种塑料标签牌和护膝，在一元店都可以买得到，或者去 Amazon 订购也行。在菜苗移植前剩下的这几天，我会最后翻一次土，把其余的爬藤架都打好。等到春寒一过，我就把我忙活了近2个月的各路菜苗送到菜床里去安家落户，真的好期待啊！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